这才是真男人之间的较量。德国400斤大力士顶牛挑衅中国农民工拳王，农民工小伙正面硬刚，一拳直接打出了将近500公斤的分量，震惊全场观众以及美女主持人。一拳打出500斤的选手是河南的拳王阎锡波，他出生在农村，只看他现在挥舞着锄头，你根本想象不到他在擂台上有多狠。曾经仅6秒的时间 KO 日本选手，更是打碎了对手5颗牙齿。要说打日本人谁最狠，那当属中原飓风阎锡波。今天就给大家带来阎锡波暴揍日本人的精彩对决。第一场，阎锡波对战日本哮天犬力石玉善。赛前狗叫不停，赛后狼狈不堪。我们直接来看比赛。漂亮！一上来力石玉善就是飞膝。一上来啊，这个力石玉善就是一个飞膝，转为这个飞扫踢，击中了阎锡波，让阎锡波扫踢之后马上站起。阎锡波太狠了，一拳下去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将日本人打得站不起来，坐在地上还没有反应过来。阎锡波一拳要是用尽力气的话，可能都让日本选手去见他们的日本天皇了。中原飓风阎锡波打日本人不是说话的，能将日本人打得如此狼狈。赛前日本选手拖得太大了，竟然瞧不起半路出家的阎锡波，这就是轻敌的下场，不仅被一拳终结，还被打掉了5颗牙齿。赛。KO 是他这个迎击拳，其实这个膝是打到人体，而且大家看到阎锡波是直接的后手的迎击拳，直接把力石玉善打倒在地。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，恭喜阎锡波完成了首杀，还创下了昆仑决最快 KO 纪录，至今无人能突破。第二场，阎锡波对战日本人天草四郎，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战。第一回合比赛开始，阎锡波上来，这个高扫踢，爆锤，漂亮！天草四郎反应也是非常的迅速。现在天草四郎是处于上位，积极的过腿，阎锡波处于下位，非常积极的防守，爆发力非常的强。双方啊，在这个时候，在缠斗的这个环节，比赛刚开始，双方身上都还没有出汗，所以说对双方的这个缠斗呢，阎锡波即使是进入地面，也非常冷静的应对日本人，不会自己乱了阵脚，在下方也是不断的重拳攻击对手，给对手起到干扰性的作用。阎锡波的绝对力量是不用质疑的，在 MMA 选手中，绝对力量是1顶1的强悍，下方的日本选手没有办法。他并不能完整的控制阎锡波，在随后的过程中主动起身，想要再次拿到合适的把位。看得出来，对手在地面上的转换也非常灵活。他现在是想完全的控制阎锡波，这时候就看他的绝对力量了，看能不能更好的掌控阎锡波。有劲摔倒，阎锡波把天草四郎摔倒，而且挤在了中间。天草四郎属于下位，被动防守，但是看起来比较冷静。现在是下位想使用十字步。阎锡波这个时候比较小心了啊，因为天草四郎的这个地面还是非常的脆，不能冒进。天草四郎在下位还是非常灵活的，十字步利用笼子，他是利用笼子在进行十字步的这个部署，但是抓的有些低，还是出来了。现在的阎锡波已经完全掌控优势把位，并且还在尝试裸绞日本选手，在压制的过程中还有拳头上的输出，一点一点的砸拳攻击对手。日本选手这时候根本就不是阎锡波的对手，这个回合还有很长的时间，足够阎锡波做出降服的动作，加紧自己击打的频率，而且呢非常危险，这个对岸是非常危险，非常 KO 了，这个应该裁判叫停了。阎锡波在重庆，阎锡波在昆仑决，重庆的龙斗之夜，在江南体育馆再次验证了自己涅槃重生。阎锡波现在风头正劲。看一下慢镜头回放，这场比赛阎锡波依旧很快的终结对手，地面砸拳非常的精彩。要知道阎锡波可是能打出500斤的分量，日本选手只有被暴揍的份。比赛太精彩了。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，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2分01秒 KO。
第3场延希波对战日本的上山知晓，日本选手上来显得非常的谨慎，延希波在进行简单的试探之后，直接重拳逼近对手的内围。双方现在在围拢边僵持，日本选手非常积极的跟延希波换拳，而延希波的目的就是将比赛进入到地面，日本选手在地面上的防守也很到位，转变身位将延希波按在身下，延希波在下方不断的挣扎，来影响对方下一步的进攻动作。在地面上非常看重两人的绝对力量，日本选手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摔跤手，而延希波的绝对力量也很强，看延希波会如何应对。直接另外要做断头台，还好，有机会吗？锁的应该很紧了。哦，看这个手臂的角度应该是进去了，然后脚的位置也锁得很紧。这个位置啊，现在已经把位放弃了。对，而且这时候呢，明显的看到这个对方啊，这个腿的这个蹬地发力往前窜，这样能破坏掉这个延希波，控制脖梗的这个扼杀的力量。延希波也是很冷静，因为比赛才开始嘛，没有必要为着这一个。这时候延希波还是处在下方，对手的力量确实很强，在地面上的打击也很凶狠。延希波很长时间都处于被动中，不过延希波将自己的防守做得很严谨，没有让对手拿到裸脚的把位，还在地面上有反击砸拳的动作。延希波还是要尽快想办法，一定要挣脱对手的控制。长时间被对手按在身下的话，会影响延希波的呼吸还有状态。日本选手一时间也没有办法，他迫切的想要降服延希波，但也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。延希波可一定要做好防守啊！位置进行连续的击打，对手现在在这个位置，对，这样即便是抱到了延希波的单腿，因为他双腿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很难发力。他在这个位置以后啊，只要这个位置以后才能有可能发力，刚刚的位置是很难发力的。这个位置现在只抱了一条小腿啊，有很好的位置进行攻击。哦，这延希波的打击还是很有力度啊。好的，双腿都逃了出来。此时的延希波拿到对手断头台的把位，这个动作还是很深的。场边的教练也在指导延希波，让延希波将对手按在身下。延希波也非常聪明，一个用力将对手推在身下，随即就是凶狠的地面砸击。延希波是一定要在最后的时间降服对手，很快就拿到了降服的把位。勾住对手，还把对手另外一只手给勾了进去。延希波已经把这个裸脚动作给做实了。而且他刚才那个裸脚啊，他的右腿不但锁住了对手的大腿内侧，还把对手的另外一只手臂也锁了进去。是的，延希波还是降服对手获胜，打得太精彩了。最后一场延希波对战日本的曾我英将，看延希波能打出怎样精彩的对局。延希波一旦遇上日本人，那必然会发挥出200%的实力，并且每一场对战日本人的比赛都是将日本选手狠狠 KO， 这场也不会例外。知道打的降服为止，果然延希波的拳法很好，所以他被打延希波来了，是不是要 KO 了？KO 了！延希波秒杀，真是秒杀曾我英将，延希波回来了！延希波中原飓风再次刮起，没有进入地面就结束比赛了。这场比赛对于延希波来说太重要了，这场比赛是他的回归之战。打日本人还得是延希波呀，没有任何的意外，还是将日本人暴揍 KO， 将来滑踢馆的日本人打得面目全非。哎呀，陈飞老师应该也是非常有感触，之前延希波确实啊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状态下滑呀，但是这场比赛非常漂亮，连续的这个组合拳，毫不犹豫，毫不犹豫，直接打垮了对手。给中原飓风延希波点赞，大家觉得延希波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，赛。这个 KO 跟他这个迎击拳，其实这个其实打到延希波，而且大家看到延希波是直接的后手的迎击拳，直接法力水雨扇打倒这个。